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今年都35岁了，为什么到现在都没结婚呢？大多数人眼里，35岁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倒计时器，提醒着你该结婚、该生子、该稳定下来了。我问我老公，谭松韵今年都35岁了，为什么她除了跟刘昊然转过绯闻，跟吴亦辰被拍过，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官宣恋情，也没有结婚呢？她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？这个问题估计在无数个家庭的饭桌上，在无数个闺蜜的私房话里，都被拿出来讨论过。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，35岁对一个女人来说，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倒计时器，滴答滴答响个不停，提醒着你该结婚、该生子、该稳定下来了。可谭松韵呢？今年年初刚满36岁的她，倒像是个听不见这闹铃的人。2026年开年，她穿着一袭红裙站在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的舞台上，笑得温婉又腼腆。记者问她有没有提前告诉家人，她轻声说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这话听着平常，可熟悉她的人心里都酸了一下那份喜悦。她最想分享的那个人，早在2018年的跨年夜就永远的离开了。时间要是能倒回2016年，那时的谭松韵25岁，一张圆圆的娃娃脸。因为原定女主不愿剪短发，她临时就长演了《最好的我们》里的耿耿。那一年，她和17岁的刘昊然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，耿耿于怀 CP 火得一塌糊涂。花絮里刘昊然喜欢摸她的头，说像是在摸家里的小狗。采访里经纪人想拦着绯闻话题，他反而大方地说可以问。后来卓伟的周三见拍到两人深夜同回小区，全网都在磕这一对姐弟恋。可谁能想到，剧里的甜到了剧外，却变成了刺。刘昊然经纪人疑似下场指责谭松韵团队炒作，倒贴的言论在粉丝圈疯转。虽然没指名道姓，但各种截图和爆料早已掀起轩然大波，很多 CP 粉心碎了。尤其是谭松韵的粉丝，觉得自家艺人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而刘昊然那边，同期又在和欧阳娜娜打得火热，两人的 CP 也炒得风生水起。一边是解绑引发的骂战，一边是新的荧幕情侣人设，这一通操作下来，谭松韵莫名其妙成了被嫌弃的那一个，被骂年纪大，配不上，舆论的脏水泼了一身。这大概是谭松韵第一次见识到，娱乐圈的感情，哪怕是假的，也能杀人。她没辩解，也没撕扯，只是默默地转身，继续拍戏。后来她和吴亦辰转过绯闻，说是北电师兄，甚至被传秘密结婚10年。可从头到尾都只是网友的强行配对，当事人压根没吭过声。还有去年8月，网红许丽莎爆料徐凯曾和同组演员恋爱，因为谭松韵是女主，又被无辜牵连进去，最后于正都亲自出来直播辟谣，说谭松韵与徐凯只是同事。你看，这就是谭松韵的绯闻史，要么是被案头组 CP， 要么是被误伤扫射，真正属于她自己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。可如果你以为这是她没人追、没人爱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把时间再拨回到2018年那个跨年夜，四川叙永县的监控录像里，一辆醉驾的车像失控的野兽，撞飞了正在散步的谭妈妈。彼时的谭松韵正在外面忙工作，晚上10、11点，她给妈妈打电话，一直没人接。她心里发毛，四处联系人，最后等来的却是晴天霹雳。她疯了一样冲到医院，在 ICU 外面守了整整20多天，跟医生反复强调不管花多少钱，一定要救活她。可2019年1月23日，妈妈还是走了。更恶心的还在后头。肇事者马明红，据说家里有点背景，
当天是酒驾，撞了人，第一反应是逃逸，第二天才去自首，态度还极其嚣张。开庭的时候各种不配合，摆出一副高高在人的样子。他的家人更绝，私下联系谭松韵，想拿2万块私了，被拒绝后竟然说出这种话：你只是没了妈，我儿子却要在牢里过年。谭松韵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，妈妈是她唯一的依靠。那个在她刚入行被嘲讽娃娃脸演不了戏时，鼓励她追求内心热爱的妈妈。那个看她一步步从《甄嬛传》的纯贵人熬到最好的我们的耿耿，再到大红大紫，一直替她骄傲的妈妈，就这么没了。可这世上有些人，刀子不捅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疼。就在谭松韵一边忍着丧母之痛，一边还要强撑着打官司跑法院的时候，网上突然冒出来一波造谣的，说他妈妈在 ICU 抢救，他却在外面和欧豪约会吃饭。媒体移花接木，把时间线一篡改，脏水就这么泼了过来。参加向往的生活时，何炅都忍不住替他打抱不平。他当时在医院守着妈妈，根本不可能出去约会。镜头里的谭松韵神情悲伤，忍不住落泪。官司打了2年，2020年9月一审宣判，肇事者被判了6年，赔偿金总共135万。谭松韵拿到92万左右。拿到钱的第2天，他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，用来帮助交通事故受害者。他什么都没要，只要一个公道。从那以后，谭松韵像换了一个人。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，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，也沉默了。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演戏里，不是在片场，就是在健身房，偶尔还被拍到去上金融培训班。为了演好《你比星光美丽》里的投行精英，她真的考下了证券从业资格证。2026年3月，她的新剧《我的山与海》在央视8套黄金档播出，收视率一路走高。这部剧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，谭松韵演的方婉之，从县长千金跌落到流水线女工，人生大起大落，跨度几十年。剧里有一场养母病逝的戏，她趴在病床边哭得撕心裂肺，观众都说那眼泪里有多少是方婉之的，有多少是谭松韵自己的，分不清了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剧播到一半，她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婉之日记，以角色的口吻剖析了方婉之面对养父时的愧疚、拧巴和不配的感。这篇长文写得细腻又戳心，连老戏骨王劲松都忍不住出来点赞。有人说，谭松韵这是在用演戏给自己疗伤。方婉之不敢坦然接受养父的爱，就像谭松韵自己，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，或许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生命中那些太过沉重的感情。演戏成了他和世界对话的方式，也成了他和过去和解的桥梁。现在的谭松韵被媒体称为曾黎式的大女主。什么是不婚不育？什么是单身？在她这儿根本不是问题。她早就把日子过成了吃、健身、旅行、读书、考证，和闺蜜下午茶。有人问她感情状况，她就笑：我现在嫁给了事业。其实哪有什么不婚不育，不过是不愿将就，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。她曾在采访里说过，她欣赏《你比星光美丽》里韩婷那样的成长式爱情，但在现实中，她首先把自己活成了那个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角色。至于那些绯闻、那些伤害、那些造谣，她从不主动提起。2016年和刘昊然那场轰轰烈烈的 CP 风波，后来刘昊然被潮流量退去，被质疑转型失败，被翻出当年经纪人私翻的黑历史。而谭松韵呢，一部戏接一部戏，稳扎稳打，成了公认的扛剧女王。有网友说，回头看当年那场闹剧，真是唏嘘。一个靠实力说话的人，
和一个靠流量撑着的人，时间久了，路自然就走出了不同的方向。今年春晚之后，谭松韵又一次登上热搜，不是因为绯闻，不是因为恋情，而是因为央视发文力荐她的新剧。评论区里有人感慨：“妈妈在天之灵，终于可以安心了。”还有人在问：谭松韵35岁了，怎么还不结婚？下面有人回他：“你操哪门子心？人家活得比谁都明白。”是啊，从四川泸州那个爱跳舞的小姑娘，到四川省舞蹈学校，到复读1年考上北电，到跑龙套演纯贵人，到25岁演耿耿被全网骂装嫩，再到36岁站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演大女主。这条路她走了20年，每一步都靠自己走过来。妈妈走后，她把赔偿金全捐了，把思念藏心底了，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了。这样的谭松韵需要着急吗？有人说她活成了人间清醒，也有人说她还是那个耿耿，只不过现在她的余怀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，而是她自己和那个永远在远方默默爱着她的妈妈。至于爱情，来不来，她都等得起。娱乐圈的聚光灯打了几十年，有人在里面迷了路，有人学会了躲闪，而她学会了把自己活成光。